Let hold this up。 大家好，最新一期 Police Up， 今天来玩 Marfix 漫画版灵蝶。拆盒取物：灵蝶本体，一件腰带刀鞘，2把武士刀，2把武士刀鞘，3对特效剑，5对手型以上。灵蝶 Psylocke 在漫威宇宙登场时间较少，人气较高。不过个人感知中，她不算一线女英雄，一众俏丽面孔中站不到前排。早在真人大电影上映之前，我小学时在包机房里见识过 PS 版游戏 X-Men Children of the Atom 中她的矫健身姿，当时对这位二次元画风却欧美人身材的美女印象深刻，只是不知道她姓甚名谁。真正让这位角色走入大众视野，还得是2016年由 Lisa Olivia Mom 参与电影 X-Men Apocalypse 中灵蝶凌空劈车的动作戏，可谓深入人心。说回漫画起源故事，灵蝶原名 Elizabeth Bessie Braddock， 初次登场漫威英国系列1976年12月漫画刊物 Captain Britain 第8期。当时 Bessie 与我们印象中灵蝶几乎是两位角色，她是英国队长双胞胎妹妹。彼时 Bessie 作为辅助配角，推动英国队长的冒险故事。她外观是一位金发白的女性，持有战斗飞机的驾驶执照，这成为她后续加入 X-Men 组织后可以驾驶黑鸟喷气式飞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早期 Bessie 戏份不多，有心灵感应与意念操控等变种人能力。Bessie 家境殷实，面容姣好，身材婀娜，闲暇时刻将头发飘染成紫色，以时尚圈模特出席各大名利场。英国队长分身乏术之时， Bessie 挺身而出，代替老哥对抗犯罪分子。1986年1月份漫画 Captain Britain 第13期，峰会女性英雄就是 Bessie 超英制服亮相。后来他加入英国超英联盟 Strike， 成为一名秘密特工，还经常与英国本土 IP 如神秘博士 Doctor Who 跨界联动。可是毕竟 Bessie 定位配角，光环不能盖过英国队长。一次任务中，面对恶棍 Slay Master， Bessie 不敌，败阵被 Slay Master 两指挖瞎双眼。即便没有性命危险，失明的 Bessie 只能通过心灵感应勉强生活。碰巧此时同胞兄长 Brian Braddock 回归，接棒英国队长打击罪犯。平静生活没过多久，早有恶棍觊觎 Bessie 能力，魔卓与螺旋女前来绑架 Bessie 去魔卓统治的世界 Mojoverse。 魔卓亲自为 Bessie 安装生化电子眼，以此捆绑共享 Bessie 的能力与灵魂。这段剧情魔卓在漫威宇宙中首次称呼 Bessie 为 The Psylocke， 一语双关。一段异世界囚禁时间之后，前来魔卓世界的新变种人团队成功营救 Bessie， 带回 X-Men 基地休养身体。 Bessie 身体逐渐康复，并挣脱了魔卓控制，恢复了视力。不过 Bessie 不想轻易忘记这段惨痛经历，她决定使用灵蝶作为自己的行动代号，正式加入 X-Men 团队。1989年11月发行的漫画期刊 Uncanny X-Men 251期剧情中， X-Men 前往澳大利亚营救金刚狼，任务完成时敌军增援赶到，紧急情况下团队被迫使用一块名为危险王座的传送宝石迅速撤离。可是当时众人不知道这块传送宝石除了物理转移之外，还具备许多不稳定的功能，包括不限于创造新生命、穿越平行世界、灵体分离、抹去使用者记忆等不可控后果。灵蝶步入危险王座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不知所踪。至此，正片开始。1989年10月连载漫画 Uncanny X-Men 第256期中，坐标香港，山顶豪宅眺望维多利亚港夜景。镜头拉近，豪宅花园庭院中却躺满尸体。会客厅中，一名身穿西装亚裔男子自称松尾鹤叶，他对面朝窗外背对自己的满大人开口交涉。首代10届的满大人自信转身，与眼前日本人来了一场围绕双方战力的口炮对战。谁知松尾偷换概念，不惜煽动香港即将回归，满大人地位不保，
还一针见血刺激满大人是铁人手下败将，颜面何存？满大人俯身坐下反问松尾有何高见。松尾回应想要兵不血刃，对敌人必须夺其内心秘密。满大人觉得有点意思，让侍从端上茶水详谈。松尾小人面容皮笑肉不笑。画面转到一处游乐场，一位自称 Bessie Blood Dog 金发少女坐在老式飞机上玩得正欢，一旁老爷车上看书同胞兄长 Brian 不以为然，自己同胞妹妹为何不跟淑女一样爱娃爱骑马呢？突然 Bessie 感觉仿佛置身真实空战，子弹呼啸而过，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女性游乐场管理员声称游玩时间已到，送了一枚飞机驾驶舱中找到的银色戒指给 Bessie。 女孩虽有犹豫，却很喜欢，戴上后为了赶上走远的 Brian， 一个冲刺把自己老哥撞倒，还抢了 Brian 的大部头物理书。两人一阵打闹，兄妹俩化身野蛮人与骑士，出现了剑戟相交的幻象，又顷刻消失。 Bessie 不好意思地将书还给了兄长， Brian 回赠一枚自己找到的金色戒指， Bessie 爱不释手。 Brian 正说 Bessie 可以开坑收藏，身后传来汽车鸣笛，女孩回头一看，是双胞胎的大兄长 Jamie 驾驶着法拉利特斯塔罗萨前来。 Bessie 一跃上车，不顾 Jamie 女伴反对，脚踩油门火爆狂飙，车速一路飙升180英里，吓坏大哥女伴之后，才不情愿地急刹车，停在一处建筑前。下车的不是少女，而是金发碧眼模特身材的年轻美女。回头 diss 的一句车上的 Douglas Ramsey 之后，已有3枚戒指的 Bessie 走进贴有 Mojo and Sparrow 海报的秀场。室内略显光怪陆离，马上有熟悉面孔前来招呼，是暴风女 Aurora。 本以为是化妆晚会的 Bessie 没站稳，就被一对男女强行拽上美容座椅，对她疯狂整容。男美容师振振有词说，去香港地下世界可不能用西方妆容。不一会儿 Bessie 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甚至心到人种都发生改变。看着镜子前 Bessie 的暴风女，觉得有点奇怪， Bessie 也觉得违和感十足，仿佛自己无声尖叫却生死不明，似乎感受到黑暗中的什么正在操控自己。画面外，一对人影正在观察一具充满液体的培养罐，里面一位被称作灵蝶的女性倒置其中。身为疯狂销售灵蝶，卖点如何独特，不惜使用手合会经营力量捕获灵蝶，再到请灵能者对灵蝶开启洗脑仪式。满大人好奇，你日本人无事献殷勤，安何居心？为何无端送大礼？松尾回答，手合会也要上班领工资，何况满大人您不是刚好缺人手吗？接受这份大礼，您两者兼得。满大人心想，手合会业务能力最强的工种不是忍者，竟是销冠，不禁露出了油腻的笑容。另一侧镜面前，灵蝶不忍直视自己过往身份的映射，开始大肆破坏，甚至脑控暴风女，令她心甘情愿跪下交出自己的戒指。下一秒，灵蝶就用新戒指将暴风女焚烧殆尽，一如咕噜得到魔戒的情感满足。转场瞬间，灵蝶来到已在异世界成为画家的刚力士身后，大汉正在惊叹旧有外观变化之大。灵蝶开口，生命的天然本质就是变化，既然你找到了心之所向，那我亦有所求。刚力士虽想抵抗，灵蝶随手一个绝对零度，就让金属材质的刚力士碎冰一地。新戒指入手，灵蝶继续穿越到炫光的世界，舞台上炫光双手发激光自我陶醉，一回眸又被灵蝶轰杀致渣，戒指掉落。身处吉诺莎的冲击波被当地治安部队 Press Gang 追逐，飞身一跃扒在屋顶，发现身后一黑，以为获救，不料伸来援手的是灵蝶所要破坏者戒指的需求。几句文字游戏骗得戒指后，冲击波惨被蒸发，画面不停翻转，出现在灵蝶眼前是倒地卡罗尔与罗刹女，沾的画面都没有，直接被编剧留白放倒。灵蝶得了便宜还卖乖，迎来第8枚戒指。黑暗中一句询问是否寻觅第9枚戒指时，
英国队长碎裂头盔滚到林蝶脚边，随即强劲光束将林蝶击飞。嚣张登场的竟是 Slay Master。林蝶一度以为眼前恶棍已然归西，没想到英伦恶棍引用某位贤者发言：武器不重要，使用武器的战士才是关键。场外直播观众发问洗脑秀是否可控， Slayer Master 拳拳到肉，还不忘口吐垃圾话来试图击碎林蝶人格。 Slayer Master 故技重施，只是目标不是林蝶的双眼，而是林蝶指尖戒指。战斗画面惨烈程度让同在吃瓜的魔卓与螺旋女都吐槽连连。单手拎起林蝶的 Slayer Master 废话不断，不出所料遵循反派死于话多的原则，林蝶奋起反击，双手重锤恶棍面门，用力之大击碎头盔。头盔剥落后的人脸惊异的是满大人，林蝶一个翻身从容落地，魔卓螺旋女开心的鼓掌起来。林蝶使用黑光戒指在黑暗中痛击满大人，举起一块巨石正要对满大人处决，满大人即便倒地也满怀自信，放眼自己的戒指所向披靡，自己才是林蝶的主人。林蝶将石头丢在一边，回应道：你的想法或许能够控制戒指，可我的意志能够支配你的思维。满大人双手失控，对自己脑袋释放高能，整个人都被灼热的奔流烧成枯骨。林蝶身后魔卓与螺旋女高兴地现出原形，对恍若重生的林蝶赞誉有加。本期漫画最大剧情反转来了，下一个画面，林蝶跪在满大人身前，双手奉上10枚戒指，效忠满大人。后方守和会报告，培养巢中潜水员与灵能者都已死去，松尾旁述，不幸满大人在此洗脑秀中败北，不过结局喜人。两位反派暗自得意，林蝶仿佛击穿第4面墙，对漫画读者露出邪魅一笑。本期漫画戛然而止，悬念拉满。Chris Claremont 编剧， Jim Lee 执笔美术。本期漫画标题是 The Key That Breaks the Lock， 完美对应叙事演出。当时漫画读者想必脑中的问号都要爆炸，林蝶如何落入松尾手中？这副亚裔身躯是怎么回事？下一期漫画标题 Lady Mandarin 又是什么鬼？作为林蝶亚裔面孔首次登场漫画，将种种疑虑汇集一处，又留住未来预期，何等精彩！ Uncanny X-Men 第257期，后来剧情更加惊心动魄，未来轮播继续。近年来最亮丽的林蝶莫过于网易游戏漫威争锋中的造型。莫论外观虽然充满着火影忍者的风味，不过最顶的还是游戏中林蝶的各种美艳皮肤。我自己最喜欢的果然还是海滩泳装沧浪之翅，肉眼可见游戏开发组重金打造皮肤演出动画，真是全球玩家人见人爱，拉新无敌。
首发于2021年的 Mafix 漫画版零蝶，整体印象忠于 Jim Lee 笔下设定，从面相到战服乃至武装都呈现出二次元画风。作为女性公仔在手中把玩的体验十分小巧，毕竟是日系商品，人物的精致感扑面而来，让我不敢大力把玩。好在 Mafix 女性素体关节不多，也许可动范围颇为受限，也许素体稳定性得以保证。好在这位零蝶着装风格是90年代健身服，手脚舒展自由。考虑到该商品系列主打漫画版本口号，从这点出发反而让玩家粉丝们的包容度上升。细想这点难道又是一种预期把控？人物漆面基本都是平涂分色，加上亮蓝色服装金属漆、发间用阴影漆与半透明粉色特效键。玩家们最关注的头雕面容是颗粒度细腻的喷印，匹配这位夺舍东亚人身体的零蝶毫无违和感，甚至由于作者也是亚裔，还规避了西方人的刻板印象，由内至外呈现出零蝶一股英姿飒爽的干练气息。配件方面属于 Mafix 日系商品常规操作，数量充足，无论是双刀武器形态、人物能力特效键或是5对替换手型，都可以满足习惯于日系商品的玩家们。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有点多，收纳时略显麻烦。主武器刀鞘漆面高亮耐看，刀身金属漆寒气逼人，刀柄金色装饰闪令夺目，本品的成本预算都花在了刀刃上。这辆 Mafix 漫画版零蝶身高头顶标准6寸，与漫威传奇魔琢螺旋女对比，与 Mafix 镭射眼秦格雷、暴风女、金刚狼、排皇、漫威传奇万磁王对比，与漫威传奇 Lady Mandarin 对比。总结而言，本品符合玩家对 Mafix 厂牌的期许，精致的面容，传统的素体，合格的可动，满足的配件，怎么说都是标准日系产品。于我个人而言，最大苦恼莫过于把玩时需小心翼翼，汗流浃背。考虑到前段时间孩之宝漫威传奇游戏版零蝶已经面容足够姣好，身姿足够柔软，玩法足够丰富，直接导致本品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因此我只推荐本品给喜欢 Jim Lee 笔下漫画版造型零蝶的粉丝。许久没做 Mafix 漫威角色，发现存货依旧不少，我继续尽快轮播出片。Police Up 这档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下期见。